开始我从上面绳子掉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你全部都要靠抵抗地心引力的这一个动力来，所以它自然会激发我很多很多想要反抗的情绪跟身体上面的，但反而呈现出来是我好像在绳子上面玩得非常开心，但其实没有，几乎每次掉一次就会弹掉，对，然后到落地之后。那个才只是戏的就是前几分钟而已，所以之后我其实是带着这一个非常疲惫的身躯在把整出戏演完。每被踩压一次，就发出噗呲、噗呲、噗呲的笑声。做独角戏这个过程里面，那我应该要做的不是角色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自己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独角戏的演员，他必须要通过他自己所塑造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在舞台上叭叭叭叭讲什么话，这每一句话他都要很清楚知道这是他创造出来，是他书写出来的。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对一个独角戏演员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座监狱。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哈姆雷特？对，王子哈姆雷特，他其实不是哈姆雷特，他是一个人叫王子，然后中间有一个，他姓哈姆雷特，他的名字叫王子。我是从一本书，是那个约翰伯格的书，是《7重绝望》，然后它本来就分成7段，是绝望的7个阶段。然后我先拿了这一首诗来，把它放在剧本里面，所以整个剧本是分成7个段落的，然后再把我自己写好的拼贴的这10年来我所有在 Facebook 上面的 po 文，然后我把它重新整理拼贴，然后写成了剧本，所以就刚好就这样子，整个剧本就分成了7段。那从一开始从上面有绳子的部分掉下来，然后对于这个世界的质疑，再到落到地面，对于母亲的质疑，然后接着又在对于历史的质疑，对于权力的质疑，一直到后来对自己的质疑，然后结束在一个当初我掉下来的那一个绳子上面。数十个民间团体及学生聚集立法院，抗议政府禁止宣布服贸协议。我要做的是一个姿态，就是说我一直在塑造演员在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的一种姿态，一种身体的姿态，然后也就是这个从行动到姿态，这是从动到静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能让观众看到的是他的气势不断，一个身体的姿态接一个身体的姿态，接着一个身体的姿态。自从哈姆雷特死后，支配着我们的就是恐惧。当一个人很忧郁的时候，或者是忧郁症患者，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躺着，躺着是他们的常态。我希望整出戏都可以躺着演，对，就是身体是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但躺着不是在思念，是在思索。悲剧不分大小呀，抬不起来吗？如果我有赢过别人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躺在地上，躺在地上怀念那一场学生运动。从绝望到自杀到无政府主义，全抛世代，全抛世代又跟忧郁症有关系，忧郁症又跟自杀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哈姆雷特，权杖、皇冠、娃娃、绳子、大神宫、椅子、披风，全部都是哈姆雷特。所以其实我都一直在对王子哈姆雷特讲话。那个就是我自己的投射，就是任何的每一个物件对我来讲，都只是他们用不同的
外在表现出来而已，但他们都是同一个。不是女人，啰嗦懦弱，贪婪爱说教，装懂不堪一击，那种动物叫做男人。就让克劳迪斯还有哈姆雷特在观众席摩擦着他们勃起却无处可去的硬件。所以我觉得对这种重新的反思、反省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就通过了这个起因在《哈姆雷特》里面，他不断的在讲哈姆雷特的 to be and not to be， 一直在放大成。他觉得在这里面是虚无的。当他最后决定要走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并表示他已经走出来，他还在走在路上，走出来的路上。可他基本上已经跨过一个门槛出来了。在台湾，真的你要冷静下来，你要沉静下来，你要去思考，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正好独角戏剧场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不管是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不依赖这种过度的人家在人家的支配下、指导下告诉你，哎，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的情况下，那我是谁？我的存在是什么？我回到我自己的自己这个东西是什么？